今天的主题比较不一样，我们有准备了3张明信片要送给大家，一定要看影片看到最后，会把这个抽奖的活动办法最后面跟大家说明。Welcome to Take You to Travel. My name is Chanel. Please like and subscribe. 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个保加利亚非常棒的一个车泊景点，这里就是斯利文，我们一起去前面看看吧。这个地点有水有侧，而且它这里就是山区，所以温度不会太高。加上我们现在已经接近入秋了，所以这里的气候非常的凉爽。然后在这边呢，他们有一个面包店，其实它也是一个小餐厅，可以在这边用餐，而且有山有湖泊，非常的美丽的一个景点。最重要的是呢，他们这边还有 WiFi， 对于我们这个长期车泊的人非常好的一个设备，我们就可以省下了 WiFi 的费用。我们现在已经在整个巴尔干半岛的旅程结束了。在这边等待我们的回罗马尼亚的签证，所以我们在这边要待10几天。那如果说有朋友也是在等申根签证的人，也可以来保加利亚的这个景点等待申根签，非常的棒的一个车泊地点。今天的主题比较不一样，我们有准备了3张明信片要送给大家，一定要看影片看到最后，会把这个抽奖的活动办法最后面跟大家说明。首先，我们现在就是先来介绍一下保加利亚，它是一个700万人口的国家，然后他们的土地有11万平方公里，也就是说它是1/3台湾的人口，却有3倍大的土地，所以在这边旅游我是觉得非常的舒服，都不太会有那种塞车的感觉，游客也没有很多的地方。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整个保加利亚的行程规划。第一天一定就是先到这里啦，这边就是索菲亚最著名的地标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教堂，那这里也就是在他们的首都区索菲亚。那我会建议大家可以安排1天到2天的时间在首都这边的景点都非常的密集，其实1天就可以完成了。那它最著名的就是这个大教堂，然后还有像是索菲亚的中央矿泉澡堂啊，还是说 Serdica 的一个地下古遗址的城镇，都是非常适合大家去参观的一个景点。第2天，我会建议大家直接从 Sofia 开到最东边的这个黑海的城市 Burgas。在这个黑海的城市，它有一个阳光海岸，是非常著名的景点。那也可以在这个黑海这边享用一些海鲜的料理。如果说你有想要去土耳其，大概只要开车1个小时的车程而已。第3天就是来到我们现在这边啦，斯利文。在这里你可以安排一些爬山啊、健行，还有一些瀑布的行程。那也可以来我们这边，来这个面包店这边享用一下点心午餐。第4天的行程安排到旧哥巴扎这边，我们当初来这边的时候就带香香参加保加利亚的战士体验营，我建议在这个旧哥巴扎这边可以安排半天的行程就可以。但是如果你是在6月中的时候来到旧哥巴扎这个城市，刚好可以参加他们的玫瑰节，这也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体验。然后下午的时候就直接往南开往 Puerto 这边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古罗马神庙的遗址，然后还有一个很可爱的蘑菇岩，大家可以安排这样1整天的行程，在 Puerto 这边大概2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了。那我们就是在一路开往普罗夫迪夫这边可以安排住宿在这边，建议大家可以安排2天的行程。这里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小镇，虽然说这里是他们保加利亚第2大的城市，但是他们的这里人口只有30万人而已啊。第6天结束之后，再继续往索菲亚的方向，但是不用进城。到了索菲亚后，往南走就会到里拉山脉。里拉山脉这边推荐大家一定要去里拉七湖爬一趟，攻顶只要大约5-6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攻顶了，非常的漂亮。它是一个高山湖泊，我们6月的时候前往，山顶上的雪都还没有融化呢，可以看得到冰山，非常特别的一个景观。然后在里拉七湖旁边也有一个瀑布，也是很容易就可以达到的景点。
在第7天的行程就可以到里拉山脉隔壁的一个里拉修道院，这里也是已经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了。那整个里拉山脉这边全部都是世界自然遗产，觉得最遗憾的就是它不能空拍，很可惜没有拍到空拍的画面。这边结束的时候，如果你是刚好在6月底前往隔壁的这个小镇杜普尼察，这里刚好有樱桃节，如果时间允许的话，来参加这个樱桃节。这个小镇结束之后，再继续往西走，就可以前往北马其顿。那往南也可以前往希腊，至少就是安排2-3个国家一起走，这样会比较有趣一点。第8天，也就是保加利亚的最后一个景点了，继续往北走。这个景点我自己也没有去过，因为它的路线太偏了，所以我是没有来这个景点。这边是贝罗格拉奇奇眼，还有一个洞穴。这边很特别的一个很像原住民的一个古老的石像，如果说有想要前往塞尔维亚的朋友，也可以就是从这里直接前往塞尔维亚。大致上我们这样安排的行程，大概8到9天就可以完成了整个保加利亚的深度旅行。保加利亚是我们第一个车泊旅行的国家，所以我们一开始都还在适应怎么住在车子上，所以我们在保加利亚一待就待了3个礼拜。最起初的时候，我们都是在找水源，大概1个礼拜的时间找这个哪里可以补水的地方。后来呢，我有找到一个非常棒的水源地图，我会把这个地图放在下面，大家也可以自行去下载到你的 Google Map， 看一下这个水源是不是非常丰沛啊？它是遍布了整个保加利亚，完全不留任何的痕迹。那在保加利亚呢，我们去了3个城市，有去索菲亚、普罗夫迪夫，还有旧格拉扎，然后也有去了贝尔瑞孔小镇以及里拉山脉。大家回顾一下，你最喜欢哪一个景点呢？请到我们的 Facebook 或者是 Instagram 留言，我最喜欢保加利亚加哪一个景点，这样就可以有机会抽到我们的明信片了。我们会抽出3个幸运的观众，然后如果说很踊跃的话，会再追加2名，也就是最多会有5位幸运的观众可以抽到我们的明信片。我们这一路开了那么多个国家，在保加利亚这边就是跑最远的一个地方。我们从北部的关口，然后又开到了东部的关口，最后又到了西边马其顿的这个关口。总共开了1300多公里，非常的遥远的路程，而且在这边也是我遇到警察盘查最多的地方，尤其是从土耳其到旧哥巴扎那一段。我在猜应该就是土耳其关口的边境会比较严格，所以我们每一次只要一看到警察一定会被拦下来。聊一下这边的物价吧，我觉得保加利亚的物价是跟罗马尼亚差不多的，但是油价是比较便宜一点。说到油价的话，不得不提一下他们这边的加油站是有加油员会帮我们加油的。我第一次到保加利亚的时候自己要加油，结果还被他们的加油员白眼了一下，原来在巴尔干半岛是有人帮我们服务的，不是像其他的欧洲国家是自己加油的。那我们今天保加利亚的介绍就差不多结束了，再提醒大家一下，请到我们的 Facebook、Instagram 底下留言，我最喜欢保加利亚加哪一个景点，然后帮我们 Facebook 按赞、Instagram 追踪以及 YouTube 订阅。开启小铃铛。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，麻烦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以及开启小铃铛，日后会有更多有趣好玩的影片跟大家分享哦。Dislike and subscribe. Bye bye.